有这个持股。去你丫的 ！KO！ 注意看，拥有35个冠军头衔的俄罗斯格斗女王嚣张来滑踢馆，结果比赛刚开始就被中国姑娘追着暴揍跑，都没地方跑。这可把台下的老外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将俄罗斯战斗民族姑娘打得如此狼狈？此人正是武林风女子小霸王李明蕊。李明蕊从小就拥有极佳的武术天赋，后被教练相中安排她进行正规化的散打训练。没想到刚刚出道就在武林风女子比赛中夺得冠军奖杯，故此全迷粉丝评价她是中国散打奇迹女孩。此时的李明蕊不仅是女子散打后起之秀，还拥有含金量极高的金腰带。本次奉命出战迎战李明蕊的老外可是极其不简单，她就是拥有35个武术冠军头衔的俄罗斯悍将伊丽娜马兹帕。伊丽娜可是在中国习武9年时间，不管是传统武术还是中国散打，她都特别精通。职业巅峰时期的伊丽娜曾代表中国武术大会拿到过第1名的好成绩。如此强悍的对手，也让李明蕊压力倍增。毕竟对手的武术功底要比自己强上好几倍，李明蕊唯有敢打敢拼，才能与其抗衡到底。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李明蕊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李明蕊，黑色拳套就是俄罗斯女将伊丽娜。对比双方的整体实力而言，李明蕊并不占据优势。毕竟伊丽娜已经将中国待了9年时间，学习多门中国传统武术。不过伟大的李小龙武术大师曾说过一句话：不怕对手学习上万个招式，就怕对手将一门招式练习1万遍。李明蕊只要今天将中国散打好好发挥出来，不说能够 KO 对手，也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实李明蕊的状态很好，对，很好，是。这个拳打得不错。双方我们从最直观的看，这个双方这个身高有这个10公分的差距。糟糕的伊丽娜吃了这一拳。这么刚说完李明蕊的这个状态比较好，是。真的，这个从身体素质来看，其实李明蕊没有这个功夫女王来的强壮。但这个转身边拳太漂亮了。但启动速度要比对方快很多。乘胜追击的李明蕊实力简直太恐怖，一连串的组合拳进攻打得伊丽娜慌忙后退，无力还手。精湛的拳法总能命中伊丽娜的脑袋上，最终不堪重负的伊丽娜轰然倒地。2次的击倒读秒，代表李明蕊已经拿到绝对的比赛点数。我们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是被这个 Valentina 给 TKO 掉了。这一次呢，竟然能够被李明蕊给2次强毒。是，李明蕊抓住机会，看看能不能第一回合结束比赛。是有可能。后肢拳命中了，没打出力量。那可见呢，后肢前摆破摆，伊丽娜目前后肢拳太差了。这空有身体素质，但是呢，哎呀，糟糕，但是拳法的空档比较大。是，太大了，机会又是命中了。糟糕，好的，晃悠了对方。李明蕊抓住了对方吃后摆拳的这种空档，是连续的。李明蕊真的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一开始表现就漂亮了。伊丽娜踉跄的身体使得李明蕊加强自身攻势，势必要在首回合将对手 KO 才肯甘心。疾风骤雨般的重拳依旧没能将伊丽娜击倒在地。此刻台下的观众们也在连连鼓掌，直呼打得好。谁也没想到伊丽娜的意志力如此完全，坚决不给李明蕊 KO 获胜的机会。应该 TKO， 只要再命中一拳即可结束比赛。是。对方用搂抱这种形式来拖时间。是在场下的教练是我们的任凯琳。第一局时间不多了，是一定要拿下来。糟糕，还有10秒，不然的话就要拖到第2局了。是。好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1分钟的短暂休整，虽然没让伊丽娜恢复到巅峰状态，也让伊丽娜迅速将身体所受到的影响给恢复了回来。不甘心失去比赛点数的伊丽娜开始采取主动游走，寻找李明蕊防守漏洞。奈何李明蕊可是一位实力强悍的火辣妹子，也管不得对手有多少冠军头衔，先狠狠暴揍对手再说。而且在拳法上，对方又晃悠了。李明蕊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没有被对方吓到。是。有时候我们一看到对方好壮，可能会吓一跳，就心里会有压力。对，而且是以小打大。
这个李明蕊这个后直拳，果然是这个河南省的拳击冠军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对，比赛拖到第2局，然后如果想以 KO 方式结束比赛的话，可能还要2次读秒。对，目前这个身为荷兰拳击冠军李明蕊已经开始在自由搏击擂台找到他自己的风格。是。其实他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特别拼。对，从头拼到尾。而且这几场比赛开始了，这个有进有退。是。对，开始。从身高、臂展和体型来看，李明蕊的确要逊色许多。故此，李明蕊只好发挥自己最擅长的站桩式打法来回应伊丽娜的游走进攻。此时的李明蕊就像一门威力恐怖的巨炮，不出手也好，一旦出手必定是爆炸性伤害。伊丽娜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李明蕊的方式漏洞扩大比分。李明蕊其实不要慌，转身再次，然后不要着急，还可以找到对方这个拳法的空档。对。其实过去李明蕊的转身后摆拳命中率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今天命中了。哎，好的后摆拳又有前摆拳，来了后摆拳，哇，这个拳法变化相当的多，所以对方不知道他要打哪里。是，对方其实报价并不是特别严谨，而且在晃了，那么现在在晃了，好像一直在晃。对，这脚尖都翘起来了，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对，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方式不对空有这个身体素质。他教练你说没技术吗？也有，他教练是1980。也不知道伊丽娜是否太过害怕李明蕊的重拳，出拳出腿，动作犹豫不决。一旦看到李明蕊逼近自己，还会采取消极搂抱。从这里来看，李明蕊拿下比赛已经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当对手惧怕自己的时候，那再想翻身几乎是不可能了。后直挂前摆是加后摆。哎，李明蕊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感觉了。今天 Irina 她都没有用她的腿，其实她转身后摆是相当强的，在打 Gloria 差点击倒对手。其实她的拳法是她的特点，因为她有拳击的功底。对，我刚刚说是南方选手都没有用腿，光跟对方拼拳，是他拳没有李明蕊好啊。最后了。接下来要小心就是比赛来到第3回合，2回合的拼拳换脚已经让李明蕊拿到绝对比赛点数，本可以安安稳稳打比赛，等待比赛结束。结果李明蕊却偏偏选择了继续猛打猛冲进攻伊丽娜，由此说明李明蕊今天并不想要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而是要想方设法 KO 伊丽娜拿下最终胜利。吸上头，但是差了一点。其实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呢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后置前摆往里压晃。这个脚不要受伤啊，稍微滑了一下。好，我们看到对方的这个眼角也是受伤了，这个打法太笨了，真的是。现在已经是李明蕊的时间了，是，对。现在男选手只能游走，但是呢，他也没有躲掉对方拳的能力。转身做了一次，为时已晚了。对，这个时候体能下降到这个技术动作可能并不是这么完整。对，频繁的主动进攻导致李明蕊体力下降严重。就算如此，伊丽娜依旧不敢对李明蕊发起反击，毕竟自己面前的中国姑娘的脾气可属实了不得。一旦自己没有把控好节奏，再次被击倒读秒，那自己将彻底失去拿下比赛胜利的资格。他有这个套路的这种技术，对，可以做一做这个。现在已经做不出来了，做不出来了，太累了，太累了。就是在使用他的力量方面呢，就是没有效果，可能也很困难。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南方选手他的后直其实把手臂伸出去而已，肩膀跟这个腰的力量都没有进去。这个我们看到一般真的是女子选手很少见，然后对方这个肌肉这个线条特别漂亮，是，而且有腹肌哦。对，但是呢，他这么强壮也没有比较好的抗打能力。好的，全场比赛结束了。是，就李明蕊今天拿下这场。最后公布比赛结果，经过评审一致判定李明蕊拿下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李明蕊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